听萧长坤答应的痛快，裴会长顿时开心不已地说道：“哎呀，长坤，真是多亏你了。”说着，他连忙道：“长坤，这都4点多了，他们这帮人习惯吃饭前先在包厢里玩会儿掼蛋，你看能不能赶紧给落实一下？他们再等一会儿，差不多就该过去了。”说完这话，裴会长又低声对萧长坤说道：“长坤，你要是还能像上次那样，让洪五爷给安排一个钻石包厢，今天这顿晚饭我就带你过去认识认识。我跟你交个实底，今天到场的都是咱们上级主管部门的关键人员，跟他们打好关系，将来说不定你我都还有机会再上一层楼。”萧长坤早就听出裴会长有巴结迎合他口中那位朋友的意思，不然怎么会别人请客他跟着操心，肯定是来头不小。现在听他这么一说，顿时就豁然开朗了。他原本觉得自己这个副会长应该也就是自己的天花板了，但现在看来，若是能跟裴会长一起和上级主管单位的人打好关系，那将来裴会长爬上去，这里的一把手不就自然而然地落到自己头上了吗？想到这里，他立刻说道：“钻石包厢是吧？裴会长您放心，我来安排。”说罢，他立刻拿起手机给叶晨打了过去。此时的叶晨正在香榭丽的温泉别墅守着菜菜子练习灵气的掌控，接到老丈人电话，便走到院子里接通，问他：“爸，你有事？”萧长坤道：“好女婿，爸求你个事儿。”叶晨道：“这么客气做什么？什么事你只管说就是了。”萧长坤忙道：“能不能帮我问问洪五爷，今天晚上天香府的钻石包厢有没有订出去？要是没有的话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朋友用用？他找了关系，本想订黄金包厢，结果被人给涮了。刚好他今晚饭局也请了我，所以找我帮忙，我也不好推脱。”叶晨一听是这种小事，便随口说道：“好的爸，你稍等，我给他们老板打个电话，只要钻石包厢今晚没预定出去，就一定没问题。”萧长坤激动不已，连忙道：“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我等你消息啊，好女婿。”区一个钻石包厢的事，对叶晨来说简单至极。他给洪武打了个电话，询问今晚钻石包厢的使用情况。其实洪武早就对外终止了钻石包厢的预订服务，以备叶晨有不时之需，所以今晚的钻石包厢自然也是空置。于是叶晨便让他以老丈人的名义提前预留了钻石包厢。洪武一听说是叶晨老丈人要去，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，准备亲自赶去天香府坐镇服务，面子可以说是给得十分充足。叶晨见事情已经安排妥当，便准备打给电话给老丈人说一声。没想到洪武在电话里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大师，您先忙您的，这点小事儿我通知您岳父就行。他上次去天香府吃饭，我特意让人留了他的电话。”“好。”叶晨笑道，“那你跟他说吧，我就不操心了。”此时的裴会长有些紧张地问萧长坤：“长坤啊，这事能成吗？”萧长坤拍着胸脯说道：“放心，我女婿出马，肯定没问题。”正说着，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过来，他接通电话，便听到一个有些熟悉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是谁的声音开口说道：“您是萧长坤萧先生吧？”萧长坤嗯了一声：“是我，请问你是哪位？”洪武在电话那头恭敬地说道：“萧先生您好，我是天香府的老板洪武，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了？”萧长坤一听对方自报家门是洪五爷，便立刻激动地打开了扬声器，开口说道：“五爷您好，我当然记得您了。”裴会长听萧长坤叫对方五爷，眼睛顿时一亮，连忙低声问道：“是洪五爷吗？”萧长坤连连点头，虚荣心在这一刻顿时拉满。裴会长也激动坏了，连忙凑上来等着听洪五爷怎么说。而洪武这时非常谦逊地说道：“萧先生，您以后可千万不要叫我什么洪五爷，那都是外面小孩子们叫着玩的。您是叶大师的岳父，那就算是我洪武的长辈，叫我洪武就行。”裴会长整个人都惊呆了，心说这萧长坤就是牛逼，洪武在他面前竟然都自封晚辈，这面子简直没谁了。
萧长坤更是得意，嘴上连忙问道：“那个，洪先生，我女婿跟你说了包厢的事了吧？”萧长坤并不知道叶晨的真实身份，更不知道洪五爷跟自己女婿之间的主仆关系，所以也不敢真的直呼洪武的名字。此时的洪武则非常热情地说道：“叶大师都跟我说了，今晚的钻石包厢我已经给您留好了，最高规格的酒席也备好了，我本人会到天香府亲自接待您和您的朋友，今晚所有的消费全部免单。”萧长坤听得啧舌，那钻石包厢最高规格的酒席，随随便便干掉几十万下去，洪武竟然要免单，这也太大气了吧！而且今天晚上这顿饭也不是自己请客，自己是跟着赔偿去蹭饭的。要是洪武把这顿饭给自己免了单，那这个人情自己欠的也有点冤。一旁的裴会长也不好让萧长坤搭这么大的人情，连忙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长坤，今晚的饭局是我那朋友请他上面的人吃饭，咱俩都是配角，你让洪五爷给打个折就行了。要是洪五爷冲你的面子免了单，那些受邀的人就不成我朋友那份情了，到时候他这顿饭也就白请了。”说罢，裴会长又道：“如果洪五爷能看你的面子给个折扣，那些受邀的人还要成我朋友的情，而我朋友也要冲你帮忙订包厢，而且还给折扣的事，成你的情，甚至都会因此成我的情。这样不但谁的面子都不伤，反而大家都能落到好处，你也不用欠洪武一顿饭的人情，多赢啊！”萧长坤立刻听明白了其中的道道，连忙说道：“洪先生，今晚请客的是我朋友，我不好喧宾夺主，你看看给打个折扣就非常感谢了。”洪武虽然没读过什么书，但在人情社会这门学科里，他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，所以立刻就听明白了其中的原委。随即他毫不犹豫地说道：“萧先生您放心，既然是您的朋友，那我一定给个大折扣。这样吧，今晚您朋友全场消费打5折，等您那边宾客都落座之后，我亲自拿2瓶好酒送过去，就当是一点小小心意。给别人面子这种事情，在华夏这个人情社会绝对是一门高深的学问，有的时候面子不能给少，但也有的时候面子不能给多，给的多了，人情就变味道了。就好像一个男人带女朋友去自己朋友的餐厅吃饭，如果这个朋友比男方混得好，并且当着对方女朋友的面直接豪爽地把单免了，往往不是什么好事，一定会喧宾夺主，甚至说不定反而因为开餐厅的身份以及过分的豪爽，把对方的女朋友吸引过去。萧长坤今晚既然是陪衬，那洪武肯定要在饭局上给足萧长坤的面子，但同时还不能伤了主家的面子，否则一顿饭吃完，主家就算1分钱没花，心里也会记恨萧长坤。洪武自然能把这件事做成铁桶一般，滴水不漏。萧长坤此时也是觉得面子上得到了极大满足，笑呵呵地问洪武：“洪先生，我们稍后就过去那边打会儿掼蛋，没问题吧？”洪武忙道：“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，随时欢迎。我已经快到天香府了，到时候我在门口恭候您和您朋友大驾光临。”萧长坤感谢一番，这才有些不舍地挂了电话。这通电话里，洪武把自己捧得那叫一个地道，舒服，顺身上下说不出的舒服，似乎每一个毛孔都在呼吸着清新香甜的空气一般，令人沉醉。而裴会长此刻已经化身迷弟，2只手都竖起大拇指，发自肺腑地恭维道：“长坤，你太牛了，你太他妈牛了！大名鼎鼎的洪五爷在你面前就跟个小老弟一样，真是了不得，了不得啊！”嗨，萧长坤心里舒坦的同时，还不忘捧一把裴会长，笑着说道：“裴会长，我就是再了不得，那也是您手底下的兵，说到底，您才真是了不得啊！”裴会长也沉浸在这种无比和谐的是商业互吹中无法自拔，下意识亲昵地拍打着萧长坤的肩膀，一副亲兄弟般的模样，认真道：“长坤，哪天我要是有机会往上走一走，这个会长的位置一定是你的。哎呦，那我就恭祝裴会长您早日高升了。”
萧长坤也是兴高采烈，情场失意的他，急需要一场胜利来中和自己的失意。要是自己真有机会当会长，那绝对就牛逼大发了。裴会长激动难耐，又拍了拍萧长坤的肩头，果断地说：“长坤，走，去天香府。路上我给我男朋友打电话，让他也赶紧过去。”说着，他对萧长坤说道：“对了，今天晚上要喝酒，咱俩要不就别开车了，省事儿。”萧长坤知道裴会长说的有道理，虽说现在代价很多，但如果是去应酬喝酒的饭局，不开车才是最方便的。可是萧长坤心里有他的打算，暗想，咱老萧开的可是库里南，有这么好的装逼利器，又遇上这么好的装逼机会，你不让我开车，那不是要我的命吗？于是他立刻说道：“裴会长，还是开车吧，开我的车，晚上喝完酒，我找个代驾先送你回家，到时候咱俩在我那辆车的后排坐着，还能聊会儿天。打车万一遇上个烟味而重的，那不影响您心情吗？有时候遇上那个不讲卫生的司机，浑身臭烘烘的，别提多难受了。”裴会长一听这话，当即高兴地说道：“好好好，那就辛苦你了。嗨，瞧您说的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”说罢，两人一拍即合，赶紧就一起往外走。萧长坤开上车，裴会长坐在副驾，两人正聊得兴高采烈。这时候，萧长坤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打来电话的是被他安排去老年大学代课的小吴。于是他便直接用车在蓝牙接通电话，开口道：“喂，小吴，有事吗？”小吴说道：“萧副会长，我这边今天的课程都完事了，跟您汇报一下。”萧长坤对老年大学的事情已经没有了任何兴致，便不冷不热地说道：“哦，好，辛苦你了，小吴。我这边这会儿有点忙，没其他事，我就先挂了。”小吴忙道：“还有个事儿，萧副会长，老年大学这边讲法律的韩教授给了我一张请柬，让我转交给您。您还在不在会里？在的话，我就专程回去一趟给您捎过去。”萧长坤一听是请柬的事，心里更是不爽，随口道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什么时候碰面了再说吧。你帮我代课也挺辛苦的，不用专门给我来送一趟了。”“行。”小吴便道：“那我就先拿着，什么时候见了您，什么时候给您。”萧长坤正要挂电话，一旁的裴会长便道：“小吴啊，是我，听出我是谁了吗？”电话那头的小吴忙道：“裴会长，您的声音我怎么可能听不出来？您这是跟萧副会长在一起呢？”“对。”裴会长应了一声，随后说道：“小裴啊，今天晚上你有没有时间？有件事可能得辛苦你一下。”小吴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什么事儿您尽管说啊，裴会长，我义不容辞。”裴会长笑道：“今天晚上我跟萧副会长在天香府有一场饭局，估计要喝点酒，你晚上能不能来一趟天香府，帮萧副会长开开车？你小子开车沉稳是出了名的，会里女同志都夸你，说坐你的车从不晕车。我们俩喝多了，让你开车也最放心。”小吴立刻欣喜不已地说道：“好啊，裴会长，萧副会长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，一会儿我就直接去天香府等着。”裴会长笑道：“不用这么早去，我们估计会比较晚。这样吧，你先吃点饭，9点钟准时到天香府就行。”说着，裴会长又叮嘱道：“一定记得吃点好的，开发票回来我给你批报销。”小吴激动道：“好嘞，裴会长，9点钟我准时到，正好也把萧副会长的请柬一起带着。”